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和田秀树医生所著的《40岁开始预防大脑老化的习惯》这本书。我相信观看这个频道的大多数朋友们对抗衰老有着浓厚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体力和智力都会逐渐衰退。然而，事实并非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严重。根据调查研究显示，体力和智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维持的。作者指出，人体的老化是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开始的，而且比我们的预期要来得更早。如果我们不加以重视，身体和外貌的老化将会加速，甚至可能会导致认知能力的下降。那么，这个意想不到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呢？这个答案就是情感。我们的情感大约是从40岁左右开始老化的。很多人对情感老化这个概念可能会感到难以理解。更确切地说，情感老化指的是大脑前额叶功能的衰退。大脑前额叶功能衰退会加速我们身体和外貌的老化过程。因此，如果想要预防老化，首先就要理解老化是从大脑开始，并且影响到整个身体的。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前额叶的锻炼。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分享一些有助于保持大脑前额叶功能的训练方法和生活习惯，提醒一些大家需要注意的事项，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至少一个适合自己的好习惯或训练方法，并加以实践，从而延缓自己的老化进程。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大脑老化会引发身体和外貌的迅速老化；第二，锻炼大脑输出的有效方法；第三，防止情感和思维老化的训练。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大脑老化会引发身体和外貌的迅速老化来开始解释。前面我已经提到过，人的老化是从情感开始，大脑前额叶的老化导致了身体和外貌的老化。许多人为了抗衰老，会注意日常的饮食、定期运动、保持良好的睡眠，或者使用补充剂、化妆品、去美容诊所等。希望大家通过观看今天的视频，能够了解到锻炼大脑的前额叶也是最有效的抗衰老方法之一。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锻炼前额叶，保持其功能，就能大大的延缓身体和外貌的老化。接下来让我来讲解一下大脑与老化的关系。我们的大脑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各个区域有着不同的功能。在大脑的众多区域中，负责控制情感、意志和创造力的区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前额叶。事实上，除了前额叶之外的其他大脑区域相对来说比较不容易老化。大脑的前额叶从40岁左右开始就会逐渐萎缩，前额叶所掌控的情感控制、自发性、意志和创造力也会随之衰退。如果忽视情感的老化，可能会导致认知功能低下，并且身体和外貌也会加速老化。因此，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说老化从大脑开始，特别是从情感开始的原因。医学研究表明，与体力和智力相比，人的情感功能会更早的衰退。然而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了解到了这一点，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持前额叶的年轻，防止情感的老化，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预防认知症，甚至延缓身体和外貌的老化。锻炼大脑的前额叶能够防止老化。要想锻炼大脑的前额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经常使用它，充分利用大脑前额叶的功能。接下来是第二部分，锻炼大脑输出的有效方法。在这里，我将给大家具体讲解如何锻炼我们大脑的前额叶。在锻炼大脑前额叶时，有一个关键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就是输出比输入更为重要。虽然听起来有些复杂，但实际上输入指的是获取信息，而输出则是指表达和应用信息。大脑前额叶的功能与从储存的记忆和知识中提取信息的输出过程密切相关。因此，有意识地锻炼大脑的输出能力，可以激活整个大脑的前额叶。近年来，社会上越来越强调输出的重要性，这是因为输出对防止大脑前额叶的老化至关重要。那么，具体有哪些有效的输出方法呢？本书介绍了以下4种重要的输出方法。
一、写日记；二、在网上写作；三、结识新朋友；四、规划如何使用金钱。接下来，我将逐一解释这4种方法。首先是第一种方法，写日记。写日记虽然很简单，但却是一项非常好的提取记忆的训练方式。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大脑的前额叶负责从储存的记忆、知识和信息中提取内容，因此通过写日记来提取记忆，可以有效激活我们大脑的前额叶。日记的内容可以是任何事情，关键在于写的时候要努力的回忆，例如今天见了哪些人，和他们交谈了什么内容，午餐吃了什么，味道怎么样等。即便是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只要我们努力的回忆，也能有效激活大脑的前额叶。写日记时不需要特别正式，也不需要写的长篇大论，几行字就可以。重要的是将其作为回忆训练的一部分，每天睡前回想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并记录下来。作者推荐的方法是，每天睡前写下今天发生的3件好事。这样做不仅能锻炼记忆力，还能通过回忆好的事情，从而产生积极的情感，帮助您愉快地入睡。长期坚持这一训练，还能提高您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积极事物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更加注意到他人的优点，学会感恩，并逐渐变得更加积极。通过这种训练，不仅能锻炼大脑的前额叶，还能显著提高您的幸福感。接下来是第2种方法，在网上写作。刚才我们提到了通过私人日记的形式来训练大脑提取记忆。如果你想要迈向更高的水平，那么作者建议不要只限于私人日记，可以尝试去写博客、Facebook、Twitter 等，并将内容分享在网络上。您需要以一种能被他人理解的方式来努力回顾过去的经历和努力。通过这样做，您的输出能力会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实际上，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进行写作这样的活动，因此通过博客、Facebook、Twitter 等平台，可以帮助您从大脑的记忆中将零散的信息、知识提取出来，并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让他人能够理解。这种做法能够有效地训练大脑的前额叶。当然，刚开始时可能会写得不太流畅，也可能会花费一些时间，但是随着不断的练习，您的大脑前额叶就像涂了润滑剂的机器一样，会更加顺畅地工作起来。如果您觉得刚开始写博客或者在 Facebook 上发表有些困难，可以先从字数较少的 Twitter 来开始尝试。接下来是第3种方法，结识新朋友。我们的大脑通过结识新朋友和学习新事物来获得巨大的快乐感，并因此而变得更加活跃。相反的，如果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与人交流，不接触新事物，我们的大脑就会逐渐萎缩。因此，定期通过结识新朋友，给大脑带来适当的刺激是非常重要的。之前提到，利用博客、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媒体的方法，不仅仅可以提升输出能力，还能让您与他人产生共鸣，分享有价值的信息，甚至接受不同的反馈和意义。这些陌生人的互动能帮助您建立新的网络，从而获取之前无法获得的正确信息和新知识，得到各种不同思维的刺激。因此，结识新朋友不仅限于现实生活，也可以通过博客、Facebook、Twitter 等平台在网络上实现。当然，参加新的社群活动、行业交流会等现实交流也非常重要。现在有许多不同的社群存在，您可以选择您感兴趣的社群，积极参与，从而结识新的朋友，锻炼您的大脑前额叶。另外，我想特别提醒一下那些年龄在40至80岁之间的人士，特别是退休以后，要注意保持与年轻人的交往。过去在工作中，通过与同事、下属以及不同年龄段的人的交往，我们能够得到各种刺激，从而保持心态的年轻。然而退休后，如果不主动寻找这样的环境，就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因此，作者建议您参加一些社群活动，与年轻人交往，这样可以获得积极的刺激，保持心理和身体的年轻活力。接下来是第4种方法，规划如何使用金钱。
使用金钱实际上也是一种输出行为。不同的金钱使用方式会直接反映出我们的智慧和决策能力。因此，认真思考如何使用金钱，确保符合个人的需求和价值观，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训练大脑输出能力的方法。比如，一个人即使拥有丰富的知识和信息，但如果不将其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去，这些知识也难以产生实际的价值。同样的，许多人喜欢储蓄金钱，但金钱只有被明智的使用，才会发挥其真正的意义。拥有丰富的知识却无法有效的输出，可能是因为我们表达能力的不足或缺乏独创性。金钱的使用方式也反映了一个人的表达能力和独创性。不同的金钱使用方式可能会导致浪费金钱，但也可以让我们更加幸福。在考虑如何更有效地运用金钱时，想象力、规划能力和执行力都会受到重要的考验。这是一种极具创造性的行为，能够全面激活我们大脑的前额叶。在过去，许多人在使用金钱时可能只是凭着直觉行事，但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在每次使用金钱之前仔细思考一下，为什么我要使用这笔钱？这样的使用方式是否能够让我感到满意？这样的思考不仅有助于延缓我们大脑的老化，还能帮助我们实现经济上的更多自由和满足感。金钱不仅仅是用来积累的，更重要的是在使用时应该有正确的方式。我们需要充分发挥大脑前额叶的功能，来考虑如何用有限的金钱使自己和家人更加幸福。不要放弃思考，每次都应该考虑如何与金钱打交道，制定适合自己的方法。通过每次使用金钱时认真思考，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善于运用金钱。我个人认为，对于个人感觉没有价值的事物，我们不应该浪费一分钱。例如，我不会为了不太想去的饭局或者某种名牌商品而花钱。相反的，对于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物，应该毫不吝惜地投入金钱。比如，在选择购买对身体健康有益的高营养、新鲜的食物时，即使价格比普通的稍微贵一些，也在所不惜。此外，对于书籍、学习、牙齿保健、健身等自我投资的项目，我也会大手笔的支出。通过制定这样的个人金钱使用原则，我们每次面对购买决策时就不会犹豫不决，而是能够清楚自己的选择。我建议大家也养成这样的习惯，思考出适合自己的有效的金钱使用方式。接下来是第3部分，防止情感和思维老化的训练。在这里，我想分享本书介绍的下面3个防止情感和思维老化的训练方法。1. 不要过度在意协调性，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2. 怀疑常识和定论的真实性。3. 避免过度忍耐。接下来，我将逐一详细解释这3个方法。首先是第1个方法，不要过度在意协调性，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前面的第2部分，我讲解了结识新朋友是一种有效的锻炼大脑输出能力的方法，并鼓励大家积极进行社交。但我们需要避免过度在意协调性，因为有时候这会导致我们内心的困扰，使社交活动变得不愉快，甚至令人厌烦。如果我们只注重协调性，压抑着自己的意见，内心就会充斥着不满，大脑也会感到越来越不悦。社交活动对于抗衰老来说虽然是有效的，但我们不应该为了社交而压抑自己。因此，建立能够大胆表达自己观点的人际关系才是最佳的选择。我们大脑喜欢的社交关系是能够彼此交换观点和想法，有时候能够进行讨论、共鸣或反驳的深度交流。在不能充分表达自己观点的浅薄人际关系中，大脑会感到十分无聊，对其会感到厌倦。那些总是试图猜测气氛、绕弯子说话的人，最终会因为过度社交而感到疲惫，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孤独，从而失去年轻和活力。能够明确持有自己观点和想法，并能够自信地表达出来，是保持活力和长寿的秘诀之一。因此，作者鼓励大家努力建立一种不拘泥于协调性、能够自信表达观点的人际关系。希望大家能意识到，与其建立表面上的人际关系，
不如努力建立更深层次的人际关系。接下来是第二个方法，怀疑常识和定论的真实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往往会变得更加保守，思维逐渐僵化。为了预防这种情况，作者建议大家不要盲目地接受常识和定论，而是养成质疑他们的习惯，怀疑常识和定论，并通过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是预防思维老化的一种有效的方法。此外，不仅要怀疑常识和定论，还要重视对他人观点的质疑。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些对事情断言一成不变的人，但我们不应该轻易跟从他们的观点，而是应该自己思考这些观点是否正确。如果有异议的话，要学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甚至要养成提出反驳的习惯。这种做法能有效地锻炼我们大脑的前额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训练方式。要能够对他人的观点进行反驳，首先要思考他们的观点是否真的正确。这时，我们大脑的前额叶就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发现有所不同，要能够用逻辑和语言清晰地表达出这种不同。这种过程正是思维输出的一部分。提出反驳并不仅仅是为了与他人辩论，更重要的是为了思考和意识到问题的本质。即使只是在心里产生疑问，提出质疑也是优秀的大脑前额叶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是第三个方法，避免过度忍耐。虽然日本人通常被认为是耐心、认真和整洁的代表，但这种评价实际上不太符合前额叶的喜好。前额叶更容易在体验到强烈愉悦感时发挥作用，而过度忍耐和自我节制的生活方式可能会使其功能减弱。因此，为了防止情感和思维老化，避免过度忍耐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在人际交往和日常生活中，适度的忍耐有时候是必要的，但作者建议大家努力意识到避免过度忍耐的重要性。刚才讲解的不要过度关注协调性，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是避免过度忍耐生活的关键之一。我们应该努力去创造不需要过度忍耐的良好人际关系。许多人在过度忍耐中会陷入自我纠结的状态，特别是在中年和老年阶段，更容易患上抑郁症。尤其是那些对事情过于认真或者固执己见的人，需要特别注意。一旦开始沉思和烦恼某些事情，思维往往会越来越消极，有时甚至可能会导致抑郁症。在这种情况下，将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客观地审视一下，或者与他人分享自己内心的困扰，而不是一直独自承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缓解方法。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